一场突如其来的晶片大战，一桩被质疑世袭的录取风波，一个悄悄搬迁离场的跨国巨头。今天的新闻不只是新闻，而是一串惊心动魄的信号。美国临时解禁辉达 H20 晶片，大陆科技巨头像末日抢粮一样疯狂下单，囤的不只是晶片，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算力命脉。一则本该感人的女飞行员追梦故事，却被网友一句"这都能世袭"掀翻，公平二字像被踩碎在地。而在香港，熟悉的金色拱门还亮着，汉堡还在卖，但麦当劳已经抛售上10亿资产，像是预知了什么风暴要来，提前找好逃生门。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，我是邵峰。今天我们聊的不是表面热搜，而是背后谁在拉线，谁在布局，谁在悄悄撤退。你好，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，我是邵峰。美国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禁止包括辉达 H20 在内的特定 AI 晶片出口中国，7月却突然解禁，临时开闸，让整个中国科技圈瞬间炸锅。消息刚传出，抢单潮犹如汹涌洪水，一波接一波。从腾讯、字节跳动到阿里巴巴，没有哪家愿意错过这场末班车式的合法囤货机会。辉达也立刻嗅到这股失控的市场热度，火速向台积电追加30万片 H20 订单，准备强势补货。据透露，加上原有的60至70万片库存，这将使市场上的 H20 晶片总量激增。这场晶片抢购风潮，表面上只是市场行为，背后却是中国科技产业无可逃避的痛点。对美国科技的深度依赖，远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沉重。H20 说白了，是辉达为中国市场降规定制的产品，不如旗舰款 H100，也远逊于最新一代 Blackwell 晶片。但就算只是阉割版，也依然是中国企业口中的救命药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它支援 CUDA。 这个看似冷门的词，实际上是全球 AI 开发的基石。模型怎么训练，演算法怎么部署，软体怎么写，全靠 CUDA 这套系统来支撑。中国的 AI 企业10几年来早已深度绑定这个平台。如今若要切换至本土替代方案，等于砍掉重练，不仅要花钱，还得赔上时间、技术与整个研发命脉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，一边是华为、寒武纪、天数智新等本土公司高举国产替代大旗，一边却是企业集体低头，拼命抢着囤货辉达晶片。谁都明白，哪怕是为了生存而依赖外人，也总比被困在性能瓶颈、失速淘汰来的现实。正当抢单潮如野火蔓延，大陆官方看起来有点坐不住了。7月21日，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发布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，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。文章不指名不点姓，却直指境外晶片与软体可能暗藏后门，提醒涉密单位务必采用自主可控系统。这一纸提醒不动声色，却火药味十足，摆明是针对这场晶片抢购狂潮而来。但北京的警示挡得住决策会议上的政治正确，却挡不住研发实验室里的算力焦虑。中国科技产业此刻最需要的不是立场，而是能跑得动的 GPU， 是能撑得起产品与竞争力的那一行行 CUDA 指令码。至于美方为何会突然让步，辉达当然有止血考量。H20 一禁，公司即损失55亿美元，但这背后也有更大的地缘博弈。外界分析认为， H20 的解禁很可能是川普政府用来交换中国在稀土、磁铁等原材料议题上的让步，是一场精密计算的谈判筹码，而非单纯的贸易修正。从官方不断高喊的自主可控口号，到企业间掀起的疯狂抢单潮，
这场看似单纯的晶片技术攻防战，实际上早已演变成政治、产业和战略三条战线交织的深层角力，而中美之间这场错综复杂的博弈远未到终点。就在晶片抢购风暴引发关注之际，另一场关于公平与机会的讨论正在中国社会悄然升温。这次的主角是来自吉林的刘亦北，一位被官方宣传为凭实力录取的女飞行员，获得全省唯一资格进入空军航空大学。官方媒体第一时间将此包装为一则感人至深的逐梦故事。父亲刘通曾是空军飞行员，如今女儿接棒蓝天梦，父女双双翱翔天际。表面上这是一则完美的红色基因传承范例，然而随着网民开始细看细思，整部戏的基调迅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真正点燃争议的是一段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的影片，画面中的刘亦北疑似出现斜视与牙齿咬合不正等问题，与大众对飞行员身体素质严格、形象挺拔的既定印象落差明显。这并不只是外貌的主观评价问题，而是牵涉能否胜任飞行任务的硬性指标。毕竟，飞行员这个职业对视力、牙齿咬合、反应速度、神经协调等生理条件有极高要求。一位自称曾任空军医务官的网友在论坛发文表示，他的外貌与我见过的飞行员完全不同，这种程度连体检都应该通不过。类似的质疑也在许多曾报考军校但未被录取的家庭中引发强烈共鸣。有家长表示，自己的孩子只是轻微近视或牙齿排列不理想就被直接刷掉，如今却看到如此破格的录取案例，无法接受。更令人错愕的是，眼尖的网友发现刘亦北的录取通知书上竟未注明报到日期。有网友质疑，难道他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去报到？这些质疑声迅速在网络发酵，有人直言，现在连当飞行员都能世袭了吗？更有人将此事与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中我爸是区长的桥段相提并论，直指这是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与制度不公的又一缩影。也有较为温和的声音试图为事件降温，他们认为刘亦北可能就读的是航空后勤、航管或通信等非飞行专业，外界无需过度解读。另有人指出，影片中所见的外观特征可能只是角度问题，不应单凭影像做出定论。截至目前，刘亦北本人尚未公开回应，空军航空大学亦未就录取流程与标准作出说明。在当下这个对高考公平与军事院校透明度极度敏感的舆论环境中，这样的集体沉默不仅无助于平息质疑，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特权运作的怀疑。此刻，一则原本由官方宣扬的正面故事，最终却变成了人们对制度公平失望的发泄出口。因为大家真正担心的是，当飞行员也能靠世袭录取，那些苦读10数年的孩子，还有谁能靠努力起飞？最后，我们再关注一个全球知名品牌在香港悄然做出的重大调整。您可能还没察觉，当我们还在讨论一杯珍珠奶茶要不要加糖的时候，汉堡背后的巨头已经悄悄搬起现金，准备离场。没错，就是那家陪伴香港人几十年的美资快餐品牌麦当劳。乍看之下，这不过是快餐业的一次常规商业决策。然而，这家在全球拥有超过4万间门市的跨国企业，最近却做出了一项格外引人关注的动作，决定在香港分阶段出售所有自制资产。第一波就抛出8间店面，合共市值超过12亿港元。从尖沙咀、旺角到铜锣湾、元朗，
这些铺位无一不是香港核心地段的黄金商铺，不仅是人流密集的营业热点，更是麦当劳当年亲自斥资购入、长期持有的重资产，如今却要一口气释出，拿出来公开招标，这样的举动怎可能不令人多想？据报道，这8个铺位皆由美国麦当劳总部直接持有，其中部分资产更是持有超过数十年。单以尖沙咀星光行那个临街连地库的大铺位为例，市值已达 4.6 亿港元，其余几间也大多位于帝王级地段，总建筑面积从6800平方尺至19000平方尺不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招标行动正是在香港楼市已连跌3年，市况持续疲弱，且预期仍将进一步下行的背景下展开的。于是问题来了，为何要选在此时大量放售？难道麦当劳不担心贱卖甚至亏本？又或者他们真正担心的根本就不是价格，而是某种对未来的更大风险？针对外界疑问，麦当劳总公司发出了一则极具企业语言风格的回应。总公司会定期检视全球资产组合，这次出售香港数个铺位属于正常的资产优化调整，与餐厅营运无关，集团仍致力发展香港市场。这份声明字斟句酌，不痛不痒，乍看稳妥，却也回避了真正的核心问题。正因如此，才让外界更觉得其中另有隐情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资产转让，立刻引发坊间各种猜测。有说这是企业用脚投票，铺位一卖完，人也会走；也有人认为麦当劳单纯是看淡香港楼市，希望趁市况未完全崩溃前尽快套现止蚀。还有人猜测，这可能是麦当劳资金重分配的前奏，准备转战其他亚洲新兴市场。但在众多揣测中，有一种说法特别耐人寻味，这是对政治风险的主动防御。经济日报旗下的鱼缸博客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，这次抛售的动机，与其说是看淡楼市，不如说是为了避险。因为在美中角力升温的大背景下，一间美国企业持有的大量香港资产，很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双方博弈中的筹码。与其坐等被冻结、被限制，不如趁市场还能卖个好价的时候主动了结。要知道，早在几年前，就有美国官员曾劝喻驻港的大型美资企业，要开始考虑资产处置的风险问题。今天这样的决策，或许早就写在那场闭门会议的备忘录里。更值得关注的，其实是这波动作对本地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。香港楼市自2022年起已连跌3年，累计跌幅超过 26%， 而根据仲量联行在年初的预测，商用物业价格今年恐怕还会进一步下滑，跌幅介乎 5% 至 10%。 在这样一个本就疲弱的市况下，突然释出这批黄金地段的资产，不仅为市场增加了压力，更对整体信心构成实质打击。对地产界而言，这不只是多了几个待售铺位那么简单，它更可能触发一波撤资预期。因为当麦当劳这样的全球品牌也开始主动压缩在港持仓，降低风险敞口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外资，会不会也开始重新盘点自己的资产组合？也许他们不会马上行动，但风向已经开始变了。这一次，麦当劳没有呐喊，没有表态，也不站边，他只是低调、安静、非常务实的为自己留了一条静默的后路。也许未来你还会在香港的街角看见熟悉的金色拱门，还是能点一份热辣辣的薯条与双层牛堡，账面上的营运依然正常无虞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当风险真的来临，
那些你以为不会走的，往往都会先一步悄悄离开。毕竟，谁愿意让自己的汉堡有一天变成别人手里的筹码？这里是大师局百闻纵横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